今天我要带你们来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我必须说，这个地方的主题，其实我拍的非常的少。从以前到现在，我只记得我之前在南部有拍过一个类似的，但它好久之前的。我相信你们看到影片的介绍之后，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吧？对不对？没错，它就是纳古塔。当然，它已经废弃了，正在营业的，我是不会去的。我会来这个地方，就一定有它的故事。那这个地方它又是怎么废弃的呢？其实现在在台湾，很多人改成火葬或者是土葬到几年。假如是公墓的话，土葬到几年你就必须要迁葬，看是要火化还是要换到别的地方去。那当然，像这样的公墓就越来越少人会过来，大部分就是像说什么土葬、火葬啦，或者是海葬啊，越来越多种，不是吗？好，那这个地方没有人要来安葬之后，它就慢慢废弃咯。废弃之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我就废话不多说，我就带你们去一探究竟，顺便再告诉你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吧。来，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但我相信刚刚开头介绍，你们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一个地方了吧，对吧？那为什么我又带你们来看厕所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厕所还蛮可怕的。而且这样你们就知道它已经完全废弃了。那其实呢，这里之前都是坟墓，可是都已经迁葬完成，所以它基本上都是空的。现在已经完全是没有人在管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来，有没有看到正前方？扫一下人形。金炉那边有人形呢。来，看到这个，假如我不跟你说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它是庙呢？对啊，这地方你不觉得它就很像是一个庙吗？人形，你看前面这一块，有可能要用那个圆形的来看的。前面那一块以前都是空的墓地，应该说以前都有葬人呐，但是现在都变空的。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些迁走了，但有一些留下了。那为什么会留下呢？待会会跟大家说。然后你看，这里还有一尊土地公。而且还有人在做祭拜，但我不意外，因为这个确实还会有人来拜。等一下在说故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这一尊应该不是神了，
还有人来这边烧纸钱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一个今天重点的地方吧。我必须说，我只记得像这种灵骨塔，我真的没去过几个。我只记得我之前有去过屏东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我相信那也是一个芭乐点了，很多人都知道在哪里了，对吧？但是那个地方我没有拍，这样子。好，这是1楼，但是呢，我想先从3楼拍下来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跟这边的故事是有相关的哦。还有木头的香味耶。我架好我的摄影机，然后我们到楼上看看吧。我必须说哈，这样的地方我是第一次来的，我没有来过公的，我都是去私人的。这个应该以前都是放神明的，在做祭拜的吧。回音好大。当然，这里一定都是空的。为什么要报纸在这里啊？你不要跟我说有流浪汉敢住在这种地方。这个会不会以前都是在放骨灰瓮的？然后为了不要太阴暗，上面还有个玻璃，可以让灯光照下来，这个样子。我看不出来，这以前在干嘛用的？扫一下人形。这跟我之前去的那个比起来，这边很大。但之前去的那个，我记得它有一些格子，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看，就知道那个地方是在放骨灰瓮的。它这边连架子都没有了，只有留一个祭坛这样子。OK， 我不知道，因为这种的灵骨塔我没有来过。我去私人的那种，其实都是很漂亮、美轮美奂这个样子。这一间呢，能进去吗？锁住了。
看得到里面吗？看得到会不会跟之前的那个地方扫一下人形看看好了？一样，我记得之前逃跑的人哥去场勘的时候，有不小心看到还有人遗留的那个骨灰瓮在这个地方。这里2楼也是有个潭，但这里进不去，绕一圈看看好了。你看，一片黑暗，把手电筒打到最亮。没办法，看不太到。可以看到我的战车。各位好兄弟，不好意思来打扰你们哈。这个地方好像没有门呢，但进不去。然后周边都是这个样子啊。通关口也封住了。废得好彻底哦！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基本上就灵骨塔。那我相信刚刚大家已经有看到了这一个整个的环境，它看起来有点像庙，没有错。那我会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定有它的故事。刚刚有说它已经废弃了嘛，对不对？那废弃了。基本上迁走的都是有主的，有亲戚把他们带走了，迁葬或者是改成火葬，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你想想看，假如是无主孤魂的话呢，他没有亲戚来把他带走，他只能继续放在这个地方，政府也联络不到人，那当然他们就是被安葬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政府也没再管了，后面也没有人来祭拜了。那你觉得这些无主孤魂会不会生气呢？我会来这个地方，主要是有一个人私讯告诉我说，他的家人来这个地方有碰到怪事情。什么样的怪事情呢？基本上那个私讯给我的人，我就称他为 A 吧。A 告诉我说，他的家人长辈没事，都已经退休了。然后呢，他知道这里有一些无主孤魂的墓，就是像说那种没有无名氏的啦，或者是那个不明姓名不明等等之类的这样的墓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的 A 的家人就觉得说，他的长辈就觉得说，其实还蛮可怜的。那他们有时候早上就会践行啊，然后来帮他们稍微扫一下，打扫一下环境。那这边也有厕所啊等等之类的，就有点像在做义工。可是呢，有时候不一定是早上，有时候晚了，他有可能就是傍晚，差不多4点多的时候来。有一次他来，差不多4点多、5点多，打扫完，就像现在已经入秋了，其实天黑的比较快。他发现不对了，该回去了。然后呢，他就开始东西收一收。可是，在收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灵骨塔有声音传出来。然后呢 ，A 的长辈就回头看了一下这个灵骨塔，想说到底怎么回事，而且也是第一次碰到的。然后他才安静下来，听听看是不是这个声音从灵骨塔这边发出来的。结果后面又好像有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然后呢，因为他骑车嘛，然后一般骑进来看一看，看看是有其他人之类的，会不会来破坏这边的东西？因为这还有土地公嘛。然后他骑过来之后，诡异的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有准备想就是拜一下土地公，
可是我必须说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谁晓得他是真的神还是好兄弟进驻了。好，不管拜完了之后，他就把车骑出去。但是这个时候，灵骨塔又传来声音，仿佛有一堆人在讲话，几十个、上百个，闹哄哄，就好像夜市一样。他那个 A 的长辈大概知道，他也不敢回头，但他只透过后照镜看了一下，他仿佛在灵骨塔的1楼的走廊上看到站了很多人，吓到 A 的长辈吓到，赶快骑车离去。离去了之后，就好像有点心神不宁之类的吧，然后就跑去找一个公庙，跟老师讲说，他碰到了这样的事情，请老师帮他看看怎么样了。老师说，你应该是耍丢了，但你放心，他们对你没有恶意，我只要帮你稍微处理一下，基本上就没有事了。那就处理完了之后，事情就没有了。好，那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会不会跟他的小孩讲，或者孙子讲？讲了，孙子也觉得很好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然后他就是去学校的时候，就跟他的朋友讲啊，然后朋友就晚上跑过来这个地方探险了，据说也被吓到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孙子他的同学，当然年轻人跟老年人他们所想的是不一样，他们来这边探险就纯粹来搞破坏。听说在里面被教训了，怎么样的一个教训方式？他们走到2楼、3楼，最后回来1楼的时候，看到1楼的走廊满满的都是人，他们想说怎么可能这么多人，然后就说不好意思借过，然后那些好兄弟头转过去，恶狠狠地盯着他们，然后开始露出很诡异的微笑，之后就这样子仰天大笑，之后就在原地消失了。那几个年轻人看到吓死了，赶快冲出去，赶快去拜拜。最后公庙神社的人讲，你们在那边那是人家住的地方，你这边乱搞，被教训也是活该。好，那这就是我知道这里的传说跟故事。那接下来把剩下的集看完，顺便来做个问与答吧。好，说完这边的故事之后，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要来这里了吧，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只想跟我们的非会员朋友们讲，因为我其实在全民隧道有发现到有一些非会员的人不知道要在哪里买会员哈。那其实你要买会员的话呢，基本上在每一支影片的影片介绍下方都会有买会员的连结，你们可以到那边看哈。对啊，所以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床板的东西耶，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呢，我必须很遗憾的跟里面发出声音，好像有东西在移动的声音，但接下来里面就是会员的部分了，所以呢，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